欢迎收听，今天我们来聊聊哦，在这个资讯多到让人有点头昏脑胀的时代，要怎么才能看得更清楚，想得更明白？每天嘛，就是各种说法、专家意见一直来，诶，到底该听谁的啊？我们想从《学会提问》这本书里面来挖点宝，找一些让你思路可以更清晰、判断更准确的使用提问方法。目标是希望帮助你，就是从比较被动的接受，变成一个主动的思考者。没错，关键就在于改变那个思维模式啦。很多人就是习惯像海绵一样，别人说什么就吸收什么，重点好像就是得到资讯。但其实更有效的是所谓的淘金式思维。淘金式，对，就像在淘金一样，要主动去挖、去筛选、去质疑这个资讯的价值。这一切，都要从提出好问题开始。淘金式思维听起来很需要动脑哎。那实际操作上要怎么做？第一步，是不是要先搞清楚对方到底在讲什么？有时候连抓住重点都不太容易。正是如此，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要找出对方想要让你相信的那个结论是什么，还有他用了哪些理由来支持这个结论。你要问自己，他到底想说服我什么？还有他凭什么这样说？如果这两样都找不到，或者说很模糊，那这个论述，基本上就没什么好谈的了。先抓结论跟理由。对，还有一个常见的陷阱哦，就是话里面有些词，那个意思不太明确。意思不明确的词语，是啊，很多词，比方说公平、环保、高效率，听起来好像很好懂，但你想想，每个人的理解可能差很多诶。好像是耶。如果没弄清楚对方用这个词的具体意思是什么，就很容易被误导，或者产生误会。所以要养成习惯去反问，你这边说的那个具体是指什么意思啊？这个我很有感，常常以为自己听懂了，结果其实是脑补了对方的意思。那除了表面上看得到的理由，听说论证底下好像还藏了些东西，就是那些没说出口的假设。对，这个就挖得更深了。每个论证背后或多少少都有一些假设，也就是作者认为理所当然，所以没有直接讲出来的那些信念。这些假设就是默默地把理由跟结论串起来的东西。哇，还有这种隐藏版设定。那假设有分种类嘛？主要可以分成两种了。一种是描述性假设，就是关于这个世界实际上是怎么样的看法。另一种是价值观假设，这就牵涉到世界应该要怎么样，还有什么事情比较重要。价值观假设，可以举个例子吗？好比说，有人主张要加强某种管制，理由是为了公共安全。这个论点背后可能就藏着一个价值观假设，就是他认为集体的利益，是优先于个人的方便的。如果不把这些假设挖出来，你其实很难真正看懂对方为什么会这样主张。原来如此，要把这些藏起来的前提找出来才行。不过，就算理由跟假设都弄清楚了，那支持理由的证据本身可不可靠，应该也很重要吧？像是常常听到有人说，我跟你说，我朋友就怎样怎样，这种算是有效的证据吗？这种个人经验或故事虽然听起来很生动了，但通常，证据力不太够。怎么说？因为样本太少了嘛，可能会有偏见，很难说能代表普遍的情况，对不对？就算是专家意见，也要稍微小心一点。这个专家他在这个领域是不是真的够权威？他讲这些话背后会不会有什么利益冲突？他的说法有没有研究来支持？这些都要考虑。那研究报告应该比较可靠了吧？相对来说是，科学研究是比较好的证据来源，但也不能全盘接受你还是要问，这个研究是怎么做的？品质好不好？样本数够不够大？有没有代表性？测量的方法可靠吗？会不会研究者只挑了好看的数据出来讲？哇，连研究都要这么仔细看，那数字呢？数字总不会骗人了吧？数字也可能会骗人你要看那个数字是怎么来的，用什么方法收集的，还有
有没有可能省略了重要的比较对象，或是一些重要的背景资讯没告诉你，这些都会影响你对数字的判断。了解，所以不只要看理由本身，还要很严格的去检查支持理由的证据到底扎不扎实。那如果一个解释听起来好像蛮合理的，这样就够了吗？还是说，一个好的批判性思考者通常不会满足于第一个看起来好像合理的解释，会再进一步问，有没有其他可能的原因也能造成这个结果？其他可能的原因？对，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两件事一起发生，就以为是因果关系，但可能只是相关而已。比方说夏天冰淇淋卖得好，溺水的人也变多，但不是吃冰淇淋导致溺水嘛，对不对？而是因为天气热，大家又想吃冰又想玩水。啊，这个例子很清楚，避免自己掉进那种想当然的陷阱。而且同一套理论，好像不一定只能推导出一个结论。没错，没错，就是要跳出那种非黑即白的二分式思维哦。很多时候结论不是绝对的是或否，而是有条件的。可以试着去思考说，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这个结论才会成立？练习这种所谓的灰度思维，能让你看到更多的可能性。灰度思维，这个词不错。那最后还有没有什么要特别留意的点？听说有一些论证会用一些花招来骗人。是的，要特别留意所谓的谬误，那就是论证里面的一些欺骗手法啦，像是故意转移焦点去攻击提出论点的人，而不是讨论议题本身，这叫人身攻击，或者用结论来证明结论绕圈圈、循环论证，这些都是常见的谬误。哦，要小心这些陷阱。另外，还有一个更隐蔽的，就是被省略的重要资讯，也就是对方可能刻意或者不小心没有告诉你的事情。比方说，推行某个政策可能有哪些潜在的风险或负面影响，或者有没有一些不利的统计数据被藏起来了。主动去想，这里是不是少了什么？这也是很关键的一步。了解了。所以说，学习提问，培养批判性思维，其实就是掌握一套系统性的方法嘛。从拆解论证开始，找出结论跟理由，然后去挖掘背后的假设，评估证据可不可靠，还要想想有没有其他可能性。最后要识破谬误和注意被省略的资讯。这样一套做下来，才能在现在这个资讯爆炸的环境里站稳脚步，做出比较明智的判断。尤其现在 AI 生成的内容越来越多，这种自己判断、审视的能力就更重要了，而不是人家给什么就全盘接受。确实是这样，所以这里也留给你一个小小的练习。下次当你看到一篇文章或是听到一个观点的时候，试着至少问出3个我们今天聊的问题。比方说，它的主要结论和理由是什么？里面有没有哪个词意思可能不太清楚？它背后是不是依赖了某些没有明说的假设？你可以观察看看，做这个练习会不会让你对接收到的资讯那个理解有什么不一样？好哦，呼吸不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